带头的2个人，李长寿倒也熟悉，一位是福德金仙云中子，一位是12金仙中排第2的赤金子，都是阐教大手子。李长寿还没驾云飞起来，赵公明已经是带着几位截教的仙人上去迎接了。大家暗中较劲儿归暗中较劲儿，表面还是要和和气气的，响应那一句3教一家亲。海神教后堂差不多已经是坐满了人，2教仙人各自寒暄问候，随后就泾渭分明的各自入座。李长寿都感觉自己现在已经完全镇不住场子了，他总不能现在去请大法师过来吧？局面控制不住了才去请大法师，那岂不是自己办事不力？正想着呢，一缕传声突然就钻入了李长寿的心底。长寿，你本体去了何处？我在渡仙门找了2圈，为何都未能寻到？李长寿精神一振，我去，说曹操就到，亲人来了呀！李长寿连忙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目光朝着四处观望，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真不愧是你，竟然藏在了化身之中，想不到，当真想不到。就听大法师一阵传声大笑，又在笑声中问：我看你请了不少道门高手，今日可还需我现身？需要就点头。李长寿顿时重重的点头，一声轻笑在海神教后堂传开，原本满是欢声笑语的后堂瞬间就安静了下来。赵公明掐指推算，最先一个站了起来，喜道：哎呀，玄都师兄到了。赵公明话音刚落，海神后院中突然就出现了少许云雾，这云雾生出了淡淡的太极虚影，一道身着长衫的身影迈步而出。瞧他身形修长，披散长发，看他面容平平无奇，细细品味又回味无穷，又成自在神韵，难得逍遥真意。各位师兄师妹，别来无恙否？道门大师兄一现身，在场都是师弟师妹。玄都师兄，是玄都大法师师兄。师兄怎的也来了？玄都大法师露出了淡雅的轻笑，与李长寿单独相处时那般，像是换了一个人，变得更为儒雅，更为随和。李长寿看玄都大法师要开口，立刻传声道了一句：大法师，弟子南海海神的化名为长庚。大法师笑道：既是长庚的事，我自是要过来的，也要多谢各位师弟师妹前来观礼，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请多多担待。我人教本就人少不兴，今后长庚在外行走，还望各位多多关照。长庚，众仙先是有些疑惑，随后便见李长寿向前行礼，顿时恍然大悟。海神的根脚这么硬。玄都大法师的用词就十分讲究，那一句若有招待不周，就是直接摆明了他是主人家的身份，这海神教就是人教所立。这南海海神长庚道人必然跟玄都大法师关系匪浅，说不定就是太清圣人老爷看中的人教后辈。瞬间，本来是来此地凑热闹的截教阐教仙人顿时就起了结交之心。玄都大法师给了李长寿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似乎在问怎么样。李长寿给玄都大法师一个感激又感慨的眼神，仿佛在说您真棒，以前吹过的牛今天都圆上了。李长寿现在想的就是今日之事该如何才能让西方教清楚明白的知道，最好各种细节都要让对方看到。当下李长寿请大法师坐入主座，便亲自去安排稍后要用到的登云台。所谓的登云台，也是李长寿此前准备的仙人观礼台。那是一团白云，其内有木架支撑，刻画着生云符、悬空符，为了不出乌龙事件，还有数十层加固的手段。李长寿此前准备了2只登云台，还有4只后背，想着这怎么着也该够用了。但是
他看到黄龙真人和赵公明又拿出传信玉符，开始第二波摇人。李长寿心底无奈的一笑，开启了几具指道人，开始赶制新的登云台。李长寿安顿好此事，刚要回屋陪在大法师身旁，突听天边传来了阵阵龙吟，一声清亮的呼喊声自天外而来。教主哥哥，龙宫第一波宾客已然到了。然而敖乙兴冲冲地落在后院中，提着长袍下摆，少年面容上写满了兴奋，一个箭步就跳了过来。我来。视线余光捕捉到了这满堂宾客，敖乙笑容一僵，双腿一软，差点就趴倒在了李长寿的面前。什么情况？敖乙被李长寿一把扶住的时候，整条龙都是懵的。后堂正中坐着的，不正是曾经在南海现身过的人教玄都大法师吗？左边赵公明，右侧赤精子、黄龙真人、秦丸天君、百里天君，三教各有大能在此地，往来无庸人，相携皆高朋。虽然三教高手来的并不多，严格意义上的圣人弟子也就4、5个，可是这几人分量当真是太重了一些。一时之间，敖乙竟然感觉自己不配做自家教主哥哥的弟弟，他这个龙宫的二太子，截教小真仙，当真是有些给老哥丢了脸了。然而敖乙又听到了一声略带责怪的嗓音：哎呦，乙兄，你怎么才来呀？敖乙抬头看着李长寿的指道人化身，刚想要说话，就得到了李长寿的传声：淡定一些，向前见，然后请几位龙族长老前来喝茶。敖乙连忙点头，向前拜见赵公明，对大法师行礼，又转过身对截教、阐教的几位大能行礼问候。这头顶犄角的清秀少年左右作揖，口中师叔师伯的喊个不停，让人看着就像塞几个红包过去。秦丸天君笑道：这是我金鳌岛上修行客，也是东海龙宫二太子敖乙。顿时阐教仙人夸敖乙知礼数讨人喜，截教仙人赞敖乙模样俊根基稳，把敖乙都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玄都大法师道：敖乙，向前来。是。敖乙连忙向前执弟子之礼。大法师在袖中拿出了一只玉瓶，放到了敖乙手中，笑道：知道你龙族宝物不缺，这是老君炼制的固本增修灵丹，也算是个稀罕物。你是长庚的二教主，海神教的护法，修为之事可莫要怠慢了。敖乙摁压着心底的激动，谢过大法师赏赐。李长寿在一旁投来一道悠悠的目光，大法师眯眼轻笑，纯当没有看见。两边的仙人都非蠢笨之人，哪怕不知海神教内情者，见到敖乙龙族，了解到敖乙和海神教的关系，大多已经是明白为何海神长庚道人会请三教仙人前来观礼，应该是想震一震骄狂的龙族。不多时，敖乙请来几位龙族长老入后堂角落歇息。这几位龙族长老倒是很淡定，毕竟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与三教仙人毫无交流，保持着龙族的矜持与傲气。在第二波阐截两教摇人赶来之前，宾客也差不多齐了。李长寿掐准时辰，在东方泛起鱼肚白时，将6座登云台牵引到了海神庙上空。玄都大法师站起身，笑道：各位请，看看长庚准备了什么吧。两教仙人齐齐起身，跟在玄都大法师身后，飘然出了此地，在登云台上入座。玄都大法师、赵公明、赤精子、黄龙真人、石天君几人、火灵圣母，李长寿单独地安排在了一座登云台之上，其他的众仙按照道程分别入座。龙族几位长老也单独占了一处登云台。虽然比起龙族大会大婚的排场，海神教弄的这个确实是略显寒酸了一些，但是
6只登云台飞出安水城时，下方那人山人海之盛景也挺壮观的。此刻6朵白云飞来，其上仙光缭绕，人影绰绰，下方凡人尽皆是高呼海神仙人，声浪如若山呼海啸。很快6朵白云停稳，就在那座高台前，处于李长寿推算出的最佳观赏位。又不多时，龙族数百高手赶来，就在登云台侧旁驾云而坐，大多好奇地打量着玄都大法师、赵公明等道门高手，想不服又不敢不服。李长寿搞的这座高台高10丈，用土石堆砌而成，其上有一4方平台，长宽20丈，3面有上台的宽檐阶梯。高台南侧竖着一面巨大的铜镜，其上刻画繁复法阵，不知是何用处。海神教这是要整哪一出啊？两教的仙人都是有些不明所以，龙族也是略感新奇。长庚，玄都大法师招呼一声，正在高台后侧对几名女乐师交代事情的李长寿连忙驾云飞了上来。弟子在。这是准备做什么？玄都大法师笑道：你是要在此地讲道，还是对凡人宣扬你海神教教义？大法师，弟子哪敢在这么多高人面前讲道说经啊？海神教教义也只是为倡导凡人向善而行。今日有一桩喜事，所以弟子特地的备了一些舞剧，给各位前辈道友解解闷儿，与海神教信众们同赏。你还懂这些？大法师顿时来了兴致。略懂一些，弟子这就下去准备了。去忙就是，此地我帮你招待着。两旁登云台上的仙人们连忙出声，都说不用费心，他们自便就行。让大法师端茶送水，那怕得是紫霄宫才能有的招待规格吧。李长寿飞下去继续忙碌，他身为现场导演，还是需要现场指导的。很快就有数十名的大汉扛着大鼓、古琴、琵琶等乐器，在高台南侧的2个角落摆好。紧跟着，这群壮汉站在高台正中，双拳在胸前交叉，摆好了造型。虽然表面很平静，但是实际上李长寿的传声一直没停。对，注意表情，等会儿一定要笑起来，想一些开心的事。好，就这样，好。最后面角落那个位置偏了，朝左边再站3寸。好。一定要记得啊，像之前演练的那样，用力要适度，一定要适度。你们是在跳舞，不是在跟隔壁村的干架，听到没有？又有一名名的乐师上了高台，尽是一些凡人男女，坐在角落各处乐器旁。这个时候，李长寿甩了甩拂尘，那一面大铜镜渐渐地出现光亮，其上禁制符箓尽数开启，在多处人群上空凝出了一处处投影。天色渐亮，49名壮汉排好阵势，两旁的乐师团手已经摁在弦上，或者是端起了箫笛。当冬天出现了一抹金色，太阳星出于东海，一束金光照耀在高台之上。李长寿拍了拍敖乙的肩膀，敖乙深吸一口气，身形直直地跳起，落在了高台侧后方正中位置，扬起了手中的鼓槌，用力一砸。49名身着红色短衫的壮汉整齐地跺脚挥拳，虽是凡人，却有一股蓬勃而出的雄性力量。最先一名壮汉向前迈出半步，口中呼喊：哎嘿哎嘿哎嘿呀！唢呐声起，琴弦齐奏，数十壮汉跟着鼓点开始起舞，动作整齐划一，不断的变换阵列。下方人海顿时传来了阵阵叫好声，云上的仙人们也是眼前一亮。在此时的洪荒，
说起乐舞啊，给人的固有印象便是一群妖娆女子翩翩起舞，突出柔美纤柔，看是一个朦胧意境。李长寿搞这些的时候也是起了一些恶趣味，这个开场曲便是《劳动者最美》的片段改编而成。原本这些节目都被他给去掉，觉得没什么必要，怎料今日来了这么多三教仙人，为了好好的招待这些仙人，李长寿又把这些节目给加了回来。一曲舞罢，数十名壮汉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儿，带着真诚热情的微笑。下方凡人欢呼再起，云上的仙人感慨惊奇。李长寿松了一口气，效果还算不错。敖乙停下锤鼓，转身一跃，身形化作一条青龙，以高台为起点，围绕偌大的会场飞了一圈，化作人形落在高台之上。下方顿时响起了一阵阵大护法大护法的呐喊声。敖乙向前拱手作揖，身影被投放到了人海上空，朗声道：那边的朋友，你们好吗？山上海里的朋友，你们好吗？无数声潮席卷而来，汇成此起彼伏的好。敖乙抬手下压，欢呼声迅速地安静了下去。又听这位龙族二太子字正腔圆地高声呼喊：海神教逢大喜事，仙朋云集信众聚，各位聚集一堂，庆祝海神大典。海神也在海中注视，派我前来与各位同乐庆祝。大家莫要拥挤，莫要吵闹，若有饥饿口渴，都可在各自区域寻到此前备好的饭食清水。若有哄抢者闹事者，海神便会施以惩戒，可听清楚了？下方这数不清的凡人齐齐高呼：好！敖乙笑着应了一声，偷看了一眼掌心写着的文字，高声道：接下来是咱们海神教的熊寨神使与安水城城主府兵卫们排演的一场大戏——人族浮沉。这是人族祖先一路奋斗来的轨迹，也寄托着人族祖先对当代人族的希冀。